贵尔宫是高迪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巴塞罗那我最喜欢的一处高迪建筑。虽然外表朴实，名气不及米拉之家，但是能从小细节看出高迪的用心。还有那震撼的音乐厅，别有洞天的屋顶。如果对高迪建筑感兴趣，这里一定不能错过。另外，这里的游览体验也是几处高迪建筑里数一数二的，游客不多，很关键，可以自由参观，还有详尽的中文解说。首先，这个大门就很有意思啊。抛物线的设计很是气派，像是山洞，繁复交织的锻铁在中间比较细密，上下较为稀疏。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别呢？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，暗暗的，深不可测。但是你看，从里面看外面，是不是还挺清楚的？跟着解说，先到地下室走一圈。这里以前是马厩，墙面是砖结构，没有贴瓷砖，显得很质朴。承重墙被蘑菇状的大柱子取代，让整个空间更宽敞。临街呢，设计了一个天井，既可以收集雨水，也可以保证通风。回到楼上，这楼梯，这地毯，还真有宫殿的感觉嘞。要知道，这里虽然叫贵尔宫，也不过就是当时富商的家而已。楼梯最上面的彩色玻璃窗也是高迪设计的，配色来自加泰罗尼亚曲奇上面的条纹。窗户两侧是带有浮雕锻铁装饰的木门。哇塞，这个质感我可太喜欢了。这里还有一小块做成了镂空的效果，居然是当猫眼用的。再往上走是前厅，这里有一排长椅，是高迪设计的，既能坐也能当栏杆，真是妙啊！走廊的尽头是露台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建筑的背面，上面有个小阳台，应该是主卧的。这个波浪设计的好特别，还有金色雨水排水口。不过总觉得下面好像少了点什么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喷泉接着呀？露台那边有个小房间，是台球室。这台球桌不是原来房子里的，而是为了重现当时的氛围后来添置的。台球室还有另一个门连接着餐厅，不过餐厅不能进去参观，所以一会儿我还得从原路返回主屋。从露台回到主屋后，我看到一扇窗。从这个角度看平平无奇，但是稍微转一点角度，有了光，顿时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高迪果然很会利用自然元素呀。这里是餐厅，餐桌是胡桃木的，椅子则是橡木，椅子的皮革上还有浮雕图案，非常有质感，货真价实的古董。逛着逛着，我忽然听到音乐声啊，是管风琴开始演奏了吗？我赶紧循声到了中央大厅，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。其他建筑结构和整个家族的生活都是围绕这里组织进行的。音乐厅非常高，从外观上看，我万万想不到里面还有这样的洞天。中央有个穹顶，非常震撼，中间有个大洞，周围还簇拥了一些像星星一样分布的小洞，这些都能借到自然光线。除了视觉美感，穹顶也有提高声学效果的作用。管风琴台正位于穹顶下方，在15米高的位置，是19世纪末最长的风管之一。音乐的旋律和设计的巧妙，或许可以从视频里略知一二，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二者结合的震撼。不知道随着 VR 的发展，能不能完美复刻呢？这也是巴塞罗那其他几个高迪建筑所没有的体验。当年这里被用来举行音乐会、歌剧、祷告会、晚会，或者接见重要的客人。把这两扇大门打开，里面就是一个小礼拜堂，还可以举行宗教仪式，真是相当多功能。厅里有2层看台，下面一层供客人们使用，上面一层呢是服务人员用的。大厅外是以前的会客厅，估计是演出开始前社交的地方。天花板设计得很隆重，由橡木制成，装饰着镶了金箔的铁艺饰品。宫殿里使用的木材品质都是顶级的，像之前看到的长廊椅子、餐桌也都是橡木、胡桃木这一类的，当年也是花费不小。据说房主的秘书为此一直很担忧预算来着。不过也只有这样顶级的品质才能流传至今，成为经典吧。上楼来到卧室的私人厅，这一层呢可以俯瞰到刚才的音乐厅，这样女主人就不必下楼，也可以在房间里参加弥撒了。几个卧室家具很少，看点不多，但是有一个设计很有趣，就是男主人和女主人各有一个房间，但是2个小房间呢又彼此相连，组成了一个大主卧，这大概是夫妻相处最理想的状态吧。沿着楼梯上到阁楼，这里之前是处理家务的区域，有洗衣房、厨房和11间佣人房。
我联想到英剧《唐顿庄园》，跟这里正好相反，楼上是主人的区域，楼下才是佣人们的区域。当然啦，那个建筑规模比这里大多了，楼下呢指的是地下室。最后我来到屋顶，这里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高迪把烟囱变成了造型奇特的雕塑，上面装饰的瓷砖是很有高迪风格的马赛克嵌瓷艺术。后来高迪设计贵尔公园时也用到了类似的设计。对了，贵尔公园特别坑，千万别去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下次再说。不过有些烟囱是1992年时根据原始模型修复的。屋顶中央呢是音乐大厅穹顶采光用的那个天窗，表面覆盖着玻化岩，据说是贵尔家族一处窑洞所产生的废料，不吸水又防潮。高迪呢用创新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回收利用，真是环保先锋呀！这就是我参观的几个高迪建筑中最喜欢的一个贵尔宫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